大家好，我是小玉。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平时吃不完的荔枝，很多朋友都是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进行保存。但是我们发现，放到冰箱里面去保鲜，超过1天的时间，第2天你就会发现，这个荔枝外壳也开始变色，变黑变暗，并且呢，荔枝的口感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保存荔枝的土方法，不用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放半年还鲜甜多汁。下面就来看一看，给大家分享第一个保存荔枝的方法吧。这个季节正好是各种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荔枝甘甜多汁，皮薄肉厚，深受大家的喜爱。保存之前，我们需要先把荔枝处理一下，将荔枝后面的这个根部一颗一颗的把荔枝的这个根部给它剪掉，但是千万不要用手去掰，用手去掰的话，上面一掰一个坑，那样不利于荔枝的保存。直接用剪刀沿着荔枝的果皮表面，顺着往平着给它直接剪掉，剪成这个样子，每一颗都完全这样处理好，不然的话，这个根部留在上面，在后期保存的过程中，容易导致戳在另一颗荔枝的表面。如果把荔枝的表壳戳坏了的话，就不利于荔枝保存了。所以说，一定要用剪刀，一颗一颗的，将它根部多余出来的这一部分，以荔枝壳表面对齐，将其剪平。剪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剪到荔枝壳的表皮了，万一在上面剪上一个口子，这剪开的荔枝也不容易被保存。每一颗都像这样剪好，剪过的荔枝根部就像一个小点一样，在上面全部剪成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子，把剪好的荔枝全部倒入盆中，荔枝全部倒进来后，往里面加入3大勺食盐，食盐要多一点，少了的话没什么用处。再加一些食用小苏打进来，接着加入适量的清水，水一定要用冰水，不要用热水。如果有水温的话，不利于荔枝的保存。用手轻轻地抓一下，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它的表面非常的脏，长在树上的时候风吹日晒，容易招惹大量的灰尘，甚至还会有一些虫卵。用手轻轻地抓拌2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荔枝的水就变得非常浑浊，有大量的杂质。搅拌均匀后，把荔枝放在里面浸泡8分钟。8分钟过去了，泡过的荔枝每一颗都变得更加的饱满。那么为什么要用食盐水和苏打来进行浸泡呢？苏打具有去除农药残留的作用，而食盐可以消毒杀菌。把这2者搭配在一起，可以很好的把荔枝洗得非常干净。浸泡好后，我们控水将它捞出来，放入另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盆子里面，继续将荔枝清洗干净，把表面的食盐残留，还有使用小苏打残留充分的淘洗干净。看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在剪荔枝根部的时候要留上一点点了吧？不能用手去掰了吧？因为掰了之后，我们在浸泡的过程中，那么盆子里面的杂质、脏东西、细菌都会进入到荔枝的内部，而我们直接把它剪掉，既可以防止根部后期在保存的过程中将其他荔枝的表面戳破，同时还可以防止在浸泡的过程中细菌杂质进入到荔枝壳的内部，更有利于荔枝的保存。淘洗干净后，将它控水捞出，接着把它放到另一盆清水中，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少许食盐，用手轻轻地转动2下。刚才给大家说了，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那么我们把荔枝泡在这个盐水中，就可以让荔枝在水中浸泡的时候不受细菌的侵扰，可以让荔枝保存更长的时间。同时
我们把荔枝泡在淡盐水中，可以很好的保证荔枝在2-3天之后不脱水，荔枝壳依然鲜艳有光泽，不会出现发黑的情况。那么在很早以前，家里面没有冰箱的那个时代，很多老一辈就是用这个方法来保存荔枝的。其实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家里面荔枝数量不多的，比如说咱们在1-2天之内就能吃完的，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保存。那么像现在天气非常炎热，那么水温一旦升高之后，表面也会滋生大量细菌，不利于荔枝的保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你也想用这种土方法来保存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加入适量的冰块，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将水进行一个降温。温水的温度低了，自然就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而且这样一来，荔枝也被冰镇过后，吃起来更加的解暑可口，更加的好吃。等到里面的冰块溶解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换一个冰块就可以了。很多人平时直接把荔枝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但是那被冰镇过后的荔枝，很多人吃过之后都会感觉不太舒服。而用这种土方法来保存荔枝的话，可以保存荔枝较长的时间不变质，同时依然可以让它饱满不缩水不变黑。这个方法也超级管用。但是如果家里面的荔枝多，就不适合用这个方法了。那么如果家里面的荔枝多的情况下，我们又该用什么方法来保存呢？那么来看第二个方法，将荔枝从盐水中控水捞出，放进一个大盘子里面。现在利用纸巾将表面多余的水分吸一吸，把它吸干。不管保存什么东西，水分是最大的一个忌讳，所以一定要把表面的水分完全吸干，这样才更有利于荔枝的保存。吸荔枝水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只能用纸巾来吸，千万不要放到太阳下面去晒，那样容易导致荔枝里面的水分蒸发掉，吃起来口感就不好了，营养也会流失一大半，壳的颜色也会变黑，反而不好看不好吃。水分吸收干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保存了。准备一个家里面的保鲜袋，将袋子打开，现在把擦干水分的荔枝放到保鲜袋中。保鲜袋具有很好的保鲜作用，它的密封性也非常好，所以说如果家里面没有保鲜袋的，我们也可以用完全不透气的塑料袋来代替。全部放进来之后，我们将里面多余的空气排干，全部排好之后，将袋子进行收口，这样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来保存了。直接把荔枝放到冰箱的冷冻层，听好了啊，是在冷冻层，并不是保鲜层。冷冻层里面，我们把它冻起来。荔枝用这个方法来保存，能保存半年的时间，不变质不变坏。半年之后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而且呢，能够保证荔枝果肉里面依然水分充足。尤其是现在荔枝大量上市了，价格非常便宜，水分还充足。那么一到冬天我们就吃不到了。如果冬天你还想吃到荔枝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保存。因为以这种方法来保存荔枝的话，荔枝吃起来清甜可口，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可以放到过年再来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如果你在冬天也想吃到荔枝的话，不妨用这一种方法来保存一些荔枝，让咱们冬天也可以轻松地享受到荔枝的美味了。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荔枝的保存方法。如果你也喜欢吃荔枝，但不知道怎么保存的话，今天的这个方法你一定要试一试。学会之后，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买回家的荔枝因为保存不当而出现腐烂变质发霉的情况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